俄罗斯打疯了，夜袭波兰领事馆，白俄志愿军重创俄军，乌军在库皮扬斯克市政厅升起国旗，红军村捷报，乌挫败俄攻势。北约爆料，俄罗斯每月损失 2.5 万人，普京还能撑多久？为保证军力，俄计划为南方军区招募 6.7 万名士兵。精彩资讯马上开始。领事馆挨炸，电网险些瘫痪。俄罗斯给波兰送了2份新年大礼，这是要逼北约下场。最近这几天，波兰人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，自家的外交领地被俄军导弹敲门了。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，这是俄军导弹的常驻打卡点。这一次，俄军的导航系统似乎又喝高了，直接把波兰驻敖德萨领事馆给炸了。根据波兰外交部发言人马切伊·维维奥尔的说法，领事馆在夜间轰炸中受损。虽然万幸的是，波兰的工作人员都命大，没人受伤，但这事的性质可不一般。这可是外交机构啊！虽然是在乌克兰领土上，但这就相当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波兰一巴掌。波兰人当然不认，发言人直接激情开麦，说这是又一夜俄罗斯恐怖。这话说的也没错，那天晚上倒霉的不止波兰领事馆，哈尔科夫那边也被炸得够呛。俄军一口气袭击了8个定居点。现在俄罗斯的策略就是无差别覆盖，管你是军事基地还是外交大楼，先炸了再说。说领事馆被炸还是物理伤害，接下来这事儿就是纯纯的魔法攻击了。波兰副总理兼数字化部长克日什托夫·加夫科夫斯基最近爆了个大料，在2025年12月，因为遭受了来自俄罗斯的疯狂网络攻击，波兰差点经历一场全国性的大停电。虽然波兰政府嘴上说着不要惊慌，我们准备充分，但火力军觉得他们当时肯定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毕竟副总理自己都承认局势难以控制，而且当时还碰上了恶劣天气，简直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除了天上飞的导弹，网线里爬的黑客，地面的实体破坏也没停过。波兰铁路最近频繁出事，搞得波兰不得不派领土防卫部队去铁轨旁边巡逻。这不是小事，波兰的铁路是欧洲援助乌克兰的生命线，一旦断了，前线就会迎来动荡。对于波兰，俄罗斯现在是软硬兼施，希望这位抗俄先锋安静下来。不过就火力军来说，这样的做法只会加大波兰对抗俄罗斯的决心，并且普京这操作就是在走钢丝，一不小心北约就会集体下场。俄罗斯之所以玩那么大，原因也很简单，前线实力只能在其他地方向乌克兰施压。首先，咱们把目光投向库皮扬斯克，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2军团的卡尔迪亚旅直接冲进了库皮扬斯克市中心，控制了市议会大楼，并且在楼顶升起了乌克兰国旗。这事儿为什么要单拿出来说？因为这不仅是一次战术胜利，更是一次政治大练。大家应该还记得，普京在之前的官方报告里信誓旦旦地宣称过2次库皮扬斯克已被俄军占领。结果呢，现在那里的旗杆上飘着的还是蓝黄旗。这次行动的主角是卡尔迪亚旅第4营的侦察与打击组，这帮兄弟相当专业，用了一种被称为卡尔迪亚方法的战术。虽然第2军团司令伊戈尔·奥博连斯基上校没细说这方法到底是什么，但从结果来看，核心就是计划周密，指挥专业，下手快。他们不仅拿下了大楼，还在进行最后的大扫除，还把躲在废墟里的俄军残部一个个揪出来，或者直接物理超度。第4营的士兵还拍下了突击的全过程。枪林弹雨中，乌军士兵一边推进一边清理，最后在市政厅楼顶升起的那一刻，有一种好莱坞大片即视感。红军村地区，俄军最近蠢蠢欲动，想着搞个轮换，集结一波兵力，准备发动新的攻势。不得不说，俄军的记性是真的差，在现代战场上大摇大摆地搞人员集结，这不是给乌克兰炮兵送 KPI 吗？乌克兰第25独立空降旅的侦察兵早就盯着这块肉了，他们在沙赫塔尔斯基社区发现俄军正在忙着倒腾人手，又是轻型车辆又是步兵，来新朋友了，那必须得招待一下。坐标一发，后方的格拉德火箭炮立马开工，火箭弹呼啸而至，精准覆盖了俄军的集结区。那些还没来得及下车的，刚下车还在伸懒腰的俄军，瞬间就被火海吞没。战报显示，轻型车辆被炸成废铁，至少6名俄军当场阵亡。这还是保守估计，受伤的估计更多。这一下，俄军所谓的进攻计划直接泡汤，原本是来打仗的，结果落地成盒。据第25旅的报告，俄军在这次打击后被迫停止了在该地区的所有积极行动。扎波罗热方向，乌克兰国防情报局解密了一段档案视频，时间是2025年秋季。主角是隶属于 HUR 铁木尔特别部队1514部队的白俄罗斯志愿者，这帮白俄罗斯人打起俄军来比乌克兰还狠。视频里展示了一场复杂的合成战斗，这个不是那种游击队打冷枪，而是正儿八经的现代化作战。
多管火箭炮袭地，迫击炮定点清除， FPV 自杀式无人机补刀，这套连招下来，俄军阵地直接被扬了。HUR 的战报写的也是相当毒舌，他们说这次行动的成果包括摧毁敌军阵地、烧毁车辆，以及把那些绝望的俄罗斯士兵变成有机状态。这是什么神仙形容词？把人打成了肥料，回归大自然了。这帮白俄罗斯志愿者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道理：如果你不想在白俄罗斯当卢卡申科的耗材，那就来乌克兰当痛击侵略者的英雄。对于俄军来说，不管是官方报告里的虚假胜利，还是前线集结的真实战损，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：在这片土地上，他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。吕特在全球欧洲会议上给俄军算了一笔账，月销户 2.5 万人，直接刷新 KPI。这个数字没有算重伤士兵，而是纯粹的阵亡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当年苏联在阿富汗打了整整10年，哪怕算上各种非战斗减员，官方承认的阵亡数字也就不到2万人，有些数据说是 1.5 万。也就是说，苏联用了10年才死够的人，现在俄军只要1个月就达标了，甚至还超额完成了任务。这哪是打仗，这就是投胎速通赛。如果按照这个效率打下去，俄军1年就要蒸发掉30万青壮年，这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军队来说，都是不可持续的崩盘性损失。但莫斯科似乎不在乎，在他们眼里，这可能只是战报上一个冰冷冷的数字。阵亡了那么多人，为了填后面的战壕，克里姆林宫的人力资源部已经做好了2026年的规划。乌克兰南方国防军发言人弗拉迪斯拉夫·沃格申爆料，俄罗斯计划在2026年为南方军区招募 6.7 万名合同兵，但俄罗斯国内的动员已经很难了，这 6.7 万人从哪儿来？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。俄罗斯已设定了区域性征兵合同目标，克里米亚3500人，塞瓦斯托波尔750人，扎波罗热占领区530人，赫尔松占领区300人，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就更不用说了，那是传统的兵源地。一边是前线如流水般的阵亡速度，单月 2.5 万销户，一边是后方疯狂的抓壮丁计划，暴露的是俄军在长期的消耗战中兵源枯竭的窘境。俄罗斯还能撑多久，真不好说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乌军什么时候能解放整个红军村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